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综艺大战火力全开，诚意搞笑全场失控，观众直呼他真是孩子。说到跟奔跑吧和五哈同样热闹的综艺，那可得聊聊那些嘉宾嘴巴也挺厉害的节目了，真是热的不要不要的。除了姐姐们快要一起成团的浪姐6，那应该就是总算有点跑男感觉的奔跑吧啦。这回节目里看见奔跑吧的伙计们肩靠肩，手拉手的狂奔，竟然凭着一帮人的劲儿把几吨重的铲车给拖动了。兄弟们一边惊掉下巴，一边又在心里点燃了团结的火焰。在拉铲车的时候，李云瑞那个小伙子站正中间，把身子压得跟个扁担似的，就是为了能使劲，让大家都省点力气。这位外号猎豹的郑恺，脸都憋得红得像个苹果，估计是把力气都拼光了，真牛！这气氛简直炸裂，就像兄弟们拼了命跑13公里，互相捶背，搂人一把的热闹场面。就像从没跑过步的孟子义，硬是把500米给跑完了。李云瑞那担心的不行的眼神，宋雨琦忙着扶他的样子，还有李晨和沙溢满脸关切的话，全都在说咱们是一家人。让人觉得特别暖心的是，周深和白鹿虽然没来，但他们的名字却在奔跑吧的特制名牌上蹦跶呢。节目组把团魂这俩字儿给演绎到了入木3分的地步，观众纷纷评论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跑男。大家都乐意瞧，观众们直言不讳，这一集终于飘来了老跑男的风。除了奔跑吧五哈，也到处飘散着跑男的香味咧。明明是2个不同的节目，结果观众一看就觉得都是那味儿，这可把大家给搞得有点遗憾了。在新的一集里，五哈的兄弟们在海滩上用泡沫做的小船划啊划，准备去海里接女嘉宾。结果抱着他们完成任务，这剧情真是太掉档次了。这场面真是乱成一锅粥，除了老掉牙的设定，还有个短小精悍的王冕，一个没气力的陈赫，还有被妹子对的目瞪口呆的画面。哎，老弟，你让我背一下，结果你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沉。这句话简直成了这一期的搞笑巅峰啊！眼熟的画面直接让我回想起跑男里面蒋欣和陈赫斗嘴的那一期了，这不就是照搬和年上的火吗？还能瞧见邓超穿着扎脚的鞋子，脸上扭曲的跟苦瓜似的。观众吐槽，咋越看越像跑男的节目了呢？观众们纷纷喊道，李乃文就该天天在这儿。没了李乃文这个自带笑点的家伙，五哈的搞笑程度就像咸菜水，淡得很啊。这就说明了综艺节目到底火不火，看看谁来当嘉宾，还有那些搞笑的剧情安排。就像何炅搞的那个你好星期六，一直都在火上锅，也没啥热，平时根本连综艺热榜的门槛都踩不着，热搜也是不屑一顾，跟那个天天霸占热搜的浪姐6比起来，简直是小虫子见了大龙。这回富山海里程毅和张智霖一登场，收视率就飞起来了，瞬间上了热搜。这又让人明白，综艺中的臭名昭著的那帮人很关键呀。何炅哈哈大笑着说，想要程毅老兄常来，这速度真是非一般啊。你看完程毅那档节目，才明白何炅的捧人技术是多么厉害啊。在江湖上混的他没人不知道，反正富山海的剧情就是程毅演的那个萧秋水，练成了绝世武功后，一跃成为武林老大。这回你好星期六的开场直接上了武侠风，后面的小游戏也是满满肢体动作，节目组挺费心思的嘛。开场白一完，李雪琴就开始指挥杨迪和张延齐，让高瀚宇也加入来一场身不由己的猜词游戏，简直欢乐到爆。整个过程中，高瀚宇就像跟钉子一样扎在地上，杨迪只能靠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来猜那些词。这成功的几率倒是挺大，
但高瀚宇感觉有点扛不住了。因为游戏规定，张延齐不能发声，高瀚宇一气之下把他摔倒后，立马就把张延齐反抗了回去。明明手臂都受了伤，还在镜头前自编自导，说是被吓得摔的，这让人不禁想问：范志毅，你这是唱的哪出啊？说高瀚宇玩不上，那整场都是瞪眼，偶尔对上个谜题的诚意，就像个二货似的，双手握成拳头，扭来扭去的样子，再加上那自信的抿嘴，活像个35岁的成年人在玩闹。何炅在一旁笑嘻嘻地说：“别急着乐啊，赶紧来答下一题，等会儿再开心。”就像哄小朋友一样对程毅说的。看来这位何老师真是个不怕死的，竟然要一边主持节目，一边照顾小朋友。等到猜词的游戏狼狈收场，立马就开启了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新玩法。在黑乎乎的环境里，张延齐先找到枕头，然后对除了杨迪以外的程毅和魏巍发起了攻击。这游戏环境真有意思，不但让人见识到大人的顽皮模样，还有那满满的武侠气息，成就了程毅的实力。35岁的程毅就是个大孩子，傻愣愣的，看起来憨憨的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程毅那张憨厚的脸和口齿不清的说话方式，队友们一个个都被踢出局了。他干脆说：“我真是想倒戈，不搞了。”只想喊一句：“这综艺效果在哪里呀？”就算杨迪、张延齐和高瀚宇不停地给程毅抛梗，想让他搞笑一把，但他们的努力就像是对着墙说话，根本没用。就这样，瞧着程毅那身手，跟个灵巧的小兔子似的，整场都在飞跑翻滚，打架根本没影儿。以搞事情为主的游戏完结了，程毅那张憨厚的让人想捏的脸和说话时像打结的舌头又出现了。程毅这小子，不管是玩鳄鱼牙齿的逗趣，还是拼词组的过瘾，嘴里常挂着说了没彩排，这段没练的话多得像吃饭一样。虽然程毅那张傻乎乎的脸挺可爱的，但见得多了，总觉得他的智商平平啊。就像程毅在游戏输掉之后，得知要一次性被贴上4个标签的时，那张憨厚的脸又浮现了出来。他 stammering 的冒出一句：“这是真的没跟我提过呀。”这节目组简直是像带小孩一样，教他怎么玩游戏，要不然他真是一头雾水。这不，在玩组词游戏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个塑料袋，搭上和杨迪这3样组合的搞笑瞬间。程毅一顿一顿地说：“我爸妈把那塑料袋扔了，然后还跟杨迪老师唠起嗑来了。”语文这门课对程毅来说，简直像是在扑克桌上抽到了一张真3。综艺火力全开的杨迪对程毅的嘴皮子惊呆了，准备让他改正的时候，何炅和李雪琴突然闯入。何炅对杨迪撂下一句：“你让程毅把话说完，就没事儿啦，再多说他就得自报复了。”看来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程毅的幽默感和口才都有点坑坑洼洼。要想知道啥是对的，得看看能耐。曾经当过老师的张智霖最靠谱。他说，杨迪拎着个塑料袋去撩人，脑海里浮现的场景真是让人笑得直不起腰，话说的流利，人却稳得像棵老树。接着用程毅、火和腹肌来拼词时，程毅那张滑稽的嘴巴和无聊到爆的脑子又开始作妖了，居然写出爹妈说腹部肌肉坏了，要考财行，上火了。难道他真要当下一个文盲界的王者吗？光看看杨迪那无奈和傻眼的样子，咱就明白程毅这家伙不光是组剧孩子，连话都快丢了。观众嘟囔着，这玩意儿简直跟迷魂药似的，完全没头脑。谁能想到，程毅在综艺节目正式录制之前，居然偷偷的排练了2个多小时，真是拼命3郎呀！可是效果吗？真是稀松平常。观众们嘲讽道：“这场彩排就像是在水里泡脚，啥都没干。”观众大声吼：“程毅又卡了！”
要问谁最聪明又会搞笑，那非何炅莫属。再顺畅的编剧的还把程毅扔出的那些冷笑话捡回来，帮他保住了面子。瞧瞧，那个害羞的李现还真不常参加综艺，简直是个聪明的娃。看完程毅在《你好星期六》的表现，真是不禁想问：是沉默寡言的榜样吗？